那时候我以为嫁给广濑就是找到了人生最好的归宿。丈夫是一个温柔的近乎透明的人，他总是给我买各种礼物，确保我的生活无忧无虑。公公也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家里总是充满着长辈的关怀。结婚2年，我每天早上为丈夫和公公准备早餐，晚上等丈夫回家，日子过得平静而幸福。但在这份幸福之下，我的内心却像干涸的河床，身体更像是一座被封存的剧院，灯光熄灭，无人造访。美雪，佐藤家好像添了新生命呢。晚饭时，老公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，我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，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焦躁。哎，是吗？我含糊地应着。公公目光深邃地盯住我，仿佛能看穿我围裙下的躁动。美雪，你还年轻，不用这么焦急。他那低沉的声音带着一种长者特有的，却又隐约透出压迫感的威严。我只能低头，任由微红的脸颊隐藏在蒸腾的饭香里。那天晚上，丈夫又早早地结束战斗，我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，想去浴室冲个冷水澡平复心情。正当我准备推开浴室门时，一个黑影挡在了我面前，是公公。他穿著宽松的睡袍，身上带着淡淡的烟草味。在黑暗中，他的眼神比白天更加锐利，我吓了一跳。我下意识拉紧睡袍领口。公公突然叫住我，你这么年轻漂亮，却每天忍着，很难受吧？公公的话像一把钥匙，直接打开了我一直锁着的那扇门。我想否认，想逃开，可双腿却像被钉在地上。他没有停下，只是低声说，他今天又让你失望了吧？我来满足你，就一次。我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带着惊恐和慌乱，小声说，爸，不行。广濑还在隔壁，但他宽大的手掌有力地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的力气在那一刻变得那么微弱，愧疚、恐惧，还有那压抑太久的渴望，像3股绳索同时勒紧我的心。我咬着下唇，几乎要咬出血来，身体却在微微发抖。最终我闭上了眼睛，回到房间，看着依然熟睡，对一切毫无察觉的广濑，一种荒诞的幽默感突然击中了我。对不起啊，老公，你的头上现在可能真的长出了一片茂盛的绿草，而我竟然在这种彻底的崩坏中体会到了久违的身为女性的存在感。第2天，当广濑出门后，我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事，羞愧感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怎么能和丈夫的生父做出这种事？公公这时又悄无声息地出现了，脸上竟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感觉如何？他问道。很痛苦。我哽咽着，却不敢看他的眼睛，但他却冷哼一声，像是在嘲讽我的言不由衷。他靠近我，强迫我对视。你的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美雪。以后广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会让你彻底满足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生活表面上依然平静，但在广濑看不见的地方，却进行着有违伦理的仪式。公公变得异常谨慎，且具有支配欲。他在厨房的角落，在晾衣架的阴影下，不断对我实行侵犯。我也开始习惯在丈夫面前扮演贤妻，在公公面前变成完全的奴隶。每当广濑下班回家，亲吻我的额头时，我都会想起几小时前公公在我耳边的低语，你的这副身体现在全都是我的了。我发现自己变了，变得深刻而细腻地去体察每一丝感官的变化。我会看着公公苍老却有力的手指，想象他们在我肌肤上游走的触感。我会故意在公公面前露出羞红的脸色，看他那种充满侵略性的眼神。爸，好害羞。当他强迫我在镜子前注视自己被开发后的模样时，我虽然掩着面，指缝间却透住对这份禁忌关系的沉溺。现在我依然住在这座大房子里，广濑依然温柔，公公依然严厉。有时候我看着公公那宽阔的背影，心里会想，
这份秘密会维持多久？如果广濑发现了，他那脆弱的温柔会崩溃吗？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在这座充满草木气息的老宅里，我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。我依然是那个温顺的妻子，但我内心的草也正在这份禁忌的滋养下疯狂生长。我知道这场关于背叛与觉醒的戏码才刚刚拉开序幕。